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在新疆阿勒泰深山中一支神秘消失的考古队，以及一只诡异微笑的独眼青羊，一本内容离奇的笔记，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新疆大学的金石研究专业的研究生袁森就受导师委托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他在那里就遇到了一只诡异莫测的青羊，而山洞中的干尸以及游走的守灵人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独目青羊事件。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在50多年前内战刚刚结束那个时候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已经吹到了祖国的边陲，而西域的边疆游牧圣地，茫茫的大草原和起伏连绵万里的疆地也渐渐地被人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新疆古称西域在逼近16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里延绵了数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发展。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曾经生活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民族。纵然有些民族在历史的卷轴里不过昙花一现，但是他们流传下来的文明却言传至今。甚至有些文明的部落正史里根本就毫无记载，他们的名字和创造的文明根本就不为后人所知。可是我们却不能够否定他们的存在。在新疆阿勒泰深山中似乎就藏着难以解开的秘密。在公元17世纪蒙古的准噶尔部就控制了天山南北，强制推行藏传佛教。部分的穆斯林就带着经典和财物迁入了阿勒泰深山当中，从此杳无音讯。在1949年一支特别的警卫连在阿勒泰深山中神秘的失踪，人员全部无音讯。探索队员只在山脚密林里发现了一具骸骨，那骨头像是在草原上被鹰鹫啄食空了的一个大型动物。可是这里是阿勒泰大山的里面树木高耸，鹰鹫怎么会来这里啄食呢？更重要的是，从骸骨的身上发现了一张羊皮，而羊皮纸上潦草的就画着奇异的图案。猛地一看那个图案似乎画的是一只羊头，而且是瞎了一只眼的羊头。最让人吃惊的是这幅画画得非常潦草，可是却将羊的表情画得惟妙惟肖。那只羊似乎在笑，笑得非常诡异，让人看了想吐。那背后不知不觉就出了一层冷汗。而这一切才只是整个故事的开始。有关于独目青羊事件和阿勒泰深山处的秘密才刚刚走进人们的视线。在几十年前进入阿勒泰深山中的考古队有一人将其发现写成了一本工作笔记，上面就记录了一个可怕的关于独目青羊的考古发现。考古队在阿勒泰地下的岩洞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壁画，壁画里面就画着一只只有一只眼的小人和独目羊。专家们当时就很振奋没有想到意外的在阿勒泰的山洞里找到了春秋时分神秘的独目人的遗址。这个部落以神秘著称，鲜少记录进了史册。但是国外有专家研究证明独目人拥有过极端独特的文明。可后来考古队却遭遇不测成员有的离奇失踪有的死在了暗河之中。后来这个笔记就被带了出来，写下他的人却不知所踪。多年以后这本笔记的主人的儿子新疆大学的金石研究专业的导师杨健就开始研究笔记，几乎他走遍了全疆，就是为了找到独目羊的线索，解开他的父亲当年遭遇的诡异事件。无独有偶杨健的一位新疆的朋友的儿子买买提在1个月前离开了因阿提村进入了沙漠，据说是寻找胡大赐予的玉矿，而胡大和安拉都是穆斯林对真主的称呼。他的父亲霍尔班在无人区就找了1个星期，没有任何的发现。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忽然在沙丘里就发现了买买提遗弃的照相机，而照相机的照片里居然有一只奇怪的独目羊。笔记中就提到独目羊在阿勒泰山也就是北疆。那买买提怎么在沙漠中拍到了独目羊的壁画呢？由于杨健脱不开身便托他的研究生袁森进入和田一座诡异的玉璞矿山调查。于是意外就发现了一只独目青羊，那是有关于阿勒泰深山隐秘的线索。追寻这条线索袁森就开始了踏遍新疆的探险之旅。土沙拉乡历史悠久民风淳朴。袁森到达之后就来到了库尔班所在的矿区，拿出南疆地图打听就发现了买买提照相机的位置。他这才知道买买提不是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矿上的工人。工人的尸体今天就被发现了，就在无人区买买提照相机的附近。而买买提的尸体至今不知去向。从工人尸体脱水的程度来看工人是死在了昨天或者是前天了。
而无人区的沙漠啊，白天温度很高，尸体在沙漠里放置3天呢，就会完全脱水。但是工人的尸体脱水程度呀，还不到一半。可工人和买买提呢，已经失踪大半个月了呀。他们在2天前死去啊，就意味着他们一定是在沙漠里呢找到过绿洲。而买买提的尸体没有被发现呢，是否意味着他还活着呢？按照库尔班的说法呢，在大片的沙漠里啊，就算带足了水啊，也不可能生存超过1周。可是矿工却生存了这么久呢，所以袁森就坚信呢，他们一定啊找到过绿洲，而买买提还有可能活着。沙漠中有绿洲呢，是否就意味着那只独牧羊呢为图腾的部落啊，真的还游牧在沙漠的边缘呢？如果能够找到活着的买买提啊，这一切呢就真相大白了。而袁森和库尔班呢，就急不可耐的马上带了2个朋友呢，王忠南和莫拉蒂利达呢，一起就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料没走多远呢，就遇上了沙尘暴，补给和车呢都被埋葬了。袁森啊，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王忠南和莫拉蒂利达。库尔班呢却不知所踪，剩下的食物啊节约着吃呢，还勉强可以支撑2天。如果不能够找到绿洲和水的话呢，他们将必死无疑。那走了2天呢，他们吃光了所有的食物，却只发现了一片枯死的胡杨林。正当他们垂头丧气之时呢，他们居然看到了一只黄羊。他们跟着黄羊跑呢，就意外跑出了林子。而林子附近有一个村庄，令人惊讶的是，村子里的人呢都变成了一具具干尸。绝望和饥渴呢让3个人极度的疲乏。他们不知不觉就昏睡了过去。当这个袁森睁开双眼的时候呢，看到了沙包下面干涩的河道呢，居然就流淌着清澈的河水。河水呢正潺潺的向下游流去。于是他们呢连滚带爬的就滚下山包啊，向这个河道跑去。3个人喝的呀，肚子胀得不能再喝下去了，才躺在地上休息。而穆拉蒂利达呢，就将这个泉水称为阿斯鬼泉。阿斯鬼泉呢是沙漠里特有的一种现象。有些旅人在沙漠里迷了路，在他快要死的时候呢，地上会突然涌开一道泉水，而泉水呢冲开流沙，很快就流成了一条河。旅人喝了阿斯鬼泉之后呢，很快就会有力量，而且喝了阿斯鬼泉的水呢，可以长久的保持不饥渴，一直到你走出大沙漠。阿斯鬼泉还有一个奇怪的传说呢，就是等你把水喝足了之后呢，很快泉水就会无声无息的消失，这就是胡大的恩典。如果你是一个坏人呢，喝了阿斯鬼泉呢，很快就会死掉，死去的时候还会周身腐烂，十分残忍。这也是胡大对坏人的惩罚。于是3个人休整过后呢，就朝一座大凹谷里面走去了。那个山谷远看像战壕上的瞭望口，入口呢呈月牙形，地势呢比周围低下去很多。进入山谷里呢，一眼就可以看到距离谷口100多米的地方趴着一只巨大的狮身人面像。那个怪物呢，横贯南北，拦在宽阔的山谷中间，就像是一座守护神。他的脸长得颀长无比，目测应该有10多米，眉眼细长呢，看起来尖嘴猴腮，不像好人。穆拉蒂利达呢就被这个石像给镇住了，吓得趴在地上，大叫呢说这是胡大的真身。而3个人走过去呢，连走路呢都不敢发出声响。而这个石像上呢，到处都是被风沙吹过、侵蚀过的痕迹，脖子上和脸上都有明显的缺损。于是王忠南用脚步还测量了一下石像的长宽呢，发现这个狮身人面像的高度呢，大约已经超越了古埃及法老的那尊屹立1000年的石像。于是这个袁森呢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哪个神秘的民族在这个荒僻的山谷里建造出了这么一座巨型的雕像呢？他们的目的是何在呢？石像的后面有3座小山丘3个人爬过山丘呢，后面是一座辽阔的山谷腹地，无边无际的沙海里呢，或仰或躺都摆满了石雕。袁森起初看到那些东西呢，有马匹，有骡子，有羊驼，还有面目狰狞的这种兽身人面，还以为是石头雕刻而成的。当他们走近一摸呢，才发现那些东西全都是由沙子堆成，一抓就是一大把沙子。石雕身上呢就随机露出了一个沙洞。于是王忠南就告诉袁森说这里以前肯定都是石雕嘛，只不过这一片山谷所处的位置刚好是沙漠里的大风口上，经年累月呢就被风化成了沙雕了。一到晚上起风呢，整个山谷里都是呜呜呜的叫，就像是魔鬼的号哭声一样，是沙漠中常有的魔鬼城现象。只不过这种魔鬼城的庞大程度呢，已经达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许多年前呢，创造出这种石雕的文明呢，肯定是有着不同寻常的过去。而几个人呢，又朝山谷的深处走了几公里远。山的腹地呢渐渐收缩勉强就可以看到两边的山壁。
而王中南对这片沙漠的水域是很熟悉的。在这20年当中呢，没有主流的水源改道可是这一片原来的绿洲呢，却突然的失去了水源，就连庞大的胡杨林呢，也全部都渴死。这个现象就非常奇怪，灌溉这里的水源到底去了哪里了呢？是什么将这一片绿洲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漠呢？于是这个王中南就怀疑在这片沙漠的下面呢，有可能有着相当庞大的古墓，而山谷呢已经起了很大的风暴黄沙漫天，风声嚎叫，尖锐刺耳，就像是恶鬼哭嚎，让人听了头皮发麻，身上直起冷汗。在这漫漫黑夜之中呢，一对幽黄色的眼睛呢，正盯着篝火前的3个人。那个眼睛显得格外的诡异，又是那只黄羊，它就躲在了那个兽身人面像的后面，眼睛在黑夜里呢，就闪着幽怨的光。袁森和王中南呢，他们就带着枪准备将他打死，因为感觉他实在很不祥嘛。于是袁森呢，趴在沙雕后面将子弹上膛，瞄准黄羊最有可能撤退的那条路。他在等待着，如果王中南一枪不中的话呢，黄羊混乱的逃跑的时候呢，就来一个拦路扫射。而突然黄羊动了，探出身子呢，又走进了黑暗当中，就在散乱的沙雕中飘忽不定。可是这个袁森总觉得这个黄羊肯定是看到他了，心里就堵得厉害。正当他纳闷的时候突然背后一股巨大的冲击力过来一个东西呢，硬生生的就撞向了他的后背。当时的袁森没有丝毫防备呢，整个人就像沙包一样被抛了出来。而黄羊也受了惊唰的从这个沙雕后面就冲了出来。与此同时呢，啪啪2声呢，王中南的狙击枪都打空了。袁森呢，双手紧握着枪呢，顾不上身上的剧痛就抬头向黄羊的方向又扫射了一下。黄羊迅速奇快的匪夷所思的就躲开了袁森的子弹，而在众人的眼中就失去了踪影。于是这个王中南就皱着眉头打开手电筒对着袁森的后面照去。一看之下，两人倒吸了一口凉气。10米之外的这个沙墙上呢，倒挂着8具尸体，头上脚下有的尸体呢已经被风干成了蜡状，张着大嘴脸上都充斥着不可思议的表情。于是袁森就回忆刚才的情景呢，他说应该是倒吊的干尸撞到了他的身上，而干尸风化变异呢，撞在人身上无异于砖石一般。可是这几具尸体的死亡时间呢，应该是在1-2天之内那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呢？莫拉蒂利达查看尸体就说难道是守灵人吗？袁森很奇怪他知道古代有守灵人这种职业，在这荒凉的大沙漠里面，这3个字听起来还是让人觉得阴气森森的。莫拉蒂利达就指着沙雕墙上刻着的一张壁画，说这是巴曼的权杖，跟古村落祭坛血槽上刻的一模一样。于是他们就看着壁画上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披着红袍，正将一根木头弯曲的木棍扎进盗墓者的心脏。袁森就好奇呢，巴曼的权杖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就解释在古代西域呢，数千年前王族呢就开始防范盗墓贼的光顾，于是就有了部落呢就盛行将奴隶培养成守灵人。一些小的王族墓就只有1-2个守灵人，大一些的陵墓呢就有可能有数十人或者是几十人。而这些奴隶出身的守灵人呢都特别忠心，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呢，这些守灵人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上千年守护着主人的陵墓，不被外界所侵扰。这些守灵人1000年以来呢，不与外界沟通，只与死人为伍。于是呢，有人就称呼他们为走在阴间的人。他们路过的那个村庄里死去的人都有可能就是守灵人。而村口呢有个祭坛，前面就摆着祭祀祖先的兽骨和血槽，祭坛的规模空前的大。他们就分析说，这分明就是古代贵族祭祀的一种规模了呀。一个小小的村落怎么可能有如此盛大的祭祀实力呢？而且这个村落没有大河流过，水源全靠一条人工引过来的小河，整个村庄呢都被沙漠包围。如果是一个正常的部落的话，不太可能离开大河的流向而生存的呀，这样就很容易把整个部落置于绝境。能在沙漠里用这种方式生存的只有守灵人，所以巴曼权杖出现的地方呢，就是盗墓贼丧命之地。在传说中，巴曼权杖呢就是安拉赐予守灵人的宝物。安拉痛恨一切挖掘死者坟墓的盗墓者，所以命令守灵人呢用手中的巴曼权杖呢将盗墓者送往地狱。那既然守灵村的人都去世了，到底是谁杀了这帮盗墓人呢？不过还有一个守灵人没有死那就是那只黄羊了。王中南说，那只黄羊身上有死人的气息，它常年在这个陵墓里出没会沾上尸体的尸气。时间久了呢，如果主人没有管好呢，它还会啃食尸体，沾上尸毒。所以杀人夺命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说这种羊在攻击起人来3-5个人都不是对手。
他的出现呢就非常的不同寻常，可能呢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到了下半夜呢，3个人都不敢睡啊，却看到了一幅奇景啊，就是几十丈开外呢，一座比周围地势高出10几米的小沙包上，那只黄羊高昂着头呢，冷冷地看着这个火堆旁的3个人。沙包上却出现了悉悉嗦嗦的那种响声，越来越密集啊，一排狼头呢就跃上了沙线，他们渐渐上前呢，跟在黄羊的后面。而黄羊带头呢走下沙包啊，身后呢就跟着成群结队的狼群，非常的诡异。那狼怎么会跟在羊的后面？于是呢，一场人狼的血战就开始了。好在他们弹药还充足，坚持了一会儿不成问题。袁森突然吃了一惊啊，就是那个沙台上好像还蹲着一个人，那个人蹲在那个雕像的脖子后面，只是稍微探出了一个脑袋。如果不是袁森站的位置特殊呢，根本就不可能发现他。这个人啊，是在狼扑上来之后才上了沙台的。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呢？3个人集中火力啊，冲上沙台，狼群那个时候啊就无法上来，暂时安全了。袁森就走到了这个人面向脖子的位置啊，却发现那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于是这个袁森当时心里就发现啊，感觉有点不对劲，只是那个黄羊莫名其妙的也不见了呀。在狼群围攻3个人的时候啊，他还一直冷冷的看着人狼之战，现在却消失不见了，他到底去哪儿了呢？天亮之后呢，狼群退散，莫拉蒂利达坚决要求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回到因阿瓦提村再做商量。而王中南表示就反对，他始终觉得如果他们留在这里也许会找到失踪的库尔班，而且呢，买买提的死好像也与这个神秘的守灵村有关。而沙漠中诡异的黄羊和守灵村在这里还有什么未解之谜呢？让我们下集再见了。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